在龙湾村里随意的骑行，在这边呢遇到了一只非常好玩的小猫咪，它不但不怕人，还在这边打滚，露着白兔皮，好像非常的友善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城村水道碧道，全长11.8公里。这应该是碧桂园的地方了，碧桂园度假村什么之类的地方。往前走是碧桂园的北区、西区啊，看来这边全部都碧桂园的所在地。哦，这边已经是碧桂园的大门了，看来这里就已经骑出碧桂园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继续在龙湾湿地边上的小道上，向着龙湾村骑行。今天一路呢，就是从景观大桥这边转过来啊，在四桥水道，然后呢，到了一个河道的分叉，那就是平山冲和龙湾冲。那我就沿着龙湾冲呢，骑到了这边。从这边呢，我将离开龙湾湿地啊，前往龙湾冲。我现在呢，从龙湾冲湿地的绿道啊，转到了龙谷路上，前面呢就是龙湾大桥。经过龙湾大桥呢，就是龙湾村了啊。骑过马路进入龙湾村。龙湾村呢，我是有一次啊，应该几年以前了，偶然进到这个里面啊，就发现它原来是在一条河道边上的一个村落。虽然这些村民的房子呢也没有什么特色，而且这些街道两边呢也建了很多的应该是乡村工厂这样的建筑物啊。但深入到里面呢，这个里面啊，就是农村的这些村头的大家休息的地方，那更多的呢就是他们的田地啊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小马路呢，叫中华路。在龙湾村里随意的骑行，在这边呢遇到了一只非常好玩的小猫咪，它不但不怕人，还在这边打滚，露着白兔皮，
好像非常的友善。现在呢，我从村里骑出来啊，骑上了一条河堤上，河堤的外面呢就是紫泥河，对面呢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琉璃瓦的顶啊，这应该是南岳园啊，一个园林的建筑物了。我看这个堤岸下面呢，应该都是种的林木吧，也可能远处也有一些庄稼。看到这边一片绿色啊，和后面的些村屋，看去还是非常之美的堤岸的风光。那我就顺着这个堤岸呢，往西的方向骑行一段。看了一下地图啊，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走。然后想着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就这条堤岸上面随意的再往前走一段吧。像这样缓缓的骑行啊，真的不会觉得累啊。有时候就可以看看这边的风景。我看外面这条河啊，它已经由紫泥河变成了城村水道了。城村水道呢，以前当然也走过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沿着城村水道往前骑呢，应该也没有问题。看到左侧这个河岸边上的三角梅啊，非常漂亮啊。其实河还要在外面一点啊。用完了一块电池，我们继续在城村水道边上的堤岸路上骑行。我这边看出去，左侧外面就是城村水道了，而这个堤岸的里面，就是我的右侧呢，就有很多的养花的这种田地，后面呢就是村民的屋舍了。
左侧这棵大木棉树基本上都谢了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城村水道必道全长11.8公里，位于番禺区的西面石壁村和三湾街的西岸，这么一个地方。在这种风景好的地方呢，真的就想多骑一会儿，多留恋一会儿所以我们也不急着拐出去，就顺着这个水道继续往前走一段。我看这个江的两边都有新建的一些房子。这个河堤上居然也有门禁也是留下来路钱了。江边街，海景25街。这个头排的房子不错都是一些别墅型的房子。这商品房吗？还是农民的房子呢？紫兰湾8街，这个楼盘叫紫兰湾吗？这边我应该以前从来没有骑行过的，所以呢，虽然有点偏离了回家的方向，但我还是老有兴趣的，打算往前骑一段城村水道有一个牌子。古坝水闸，这边靠河的一排别墅很不错你看这个大宅，这个门出来就是江边了。
益涛居9街。这个楼盘应该是益涛居了。这个房子还真不错。继续沿着江边街向前骑行。真的，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有来过，都是沿着河的一些低密度的住宅区。这个地方叫海景街，你看，全部都这些面河的大宅呀。海景18街，到里面去转一圈吧。你看啊，这两边都是一些大宅了，称之为豪宅也不为过吧。是没有路通的。看到这个院子里面有游泳池，这真是长富于民的典范啊！其实左侧河的对岸啊，也是一些低密度的别墅区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城村水道这一段啊，都是一些算得上豪宅的房子，非常大，花园大，房子大，还有游泳池，绿化搞得也不错。孤陋寡闻了啊，
这个地方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居住的环境。这里也有隔壁的楼荒在那里啊，大部分应该都是有人住的吧。这个有车子家里面有亭台楼阁。这里一座桥啊，看看是一座什么桥呢？紫兰湾一涛梯海景路在我的身后，往右侧去呢，应该是顺德碧桂园的度假村了。再往前呢是碧桂园学校、国际会所、碧桂园的正门等等的地方。这是一座什么桥呢？既然来了，还是到前面去看看吧。这应该是碧桂园的地方了，碧桂园度假村什么之类的地方。想必刚刚看到的很多别墅应该都是属于碧桂园的。顺德碧桂园度假村酒店大堂购物坐车。看来呢，在这个附近生活了很久啊，有些地方并没有去过。就看到了这边应该都是碧桂园发展的区域啊，应该有一些年头了吧。这些房子真的都超大的。好了，我就在这边掉头回去了啊。你看到这里的房子，每一栋都非常的巨大。
这里就是碧桂园的度假村了。这里有一些配套的活动场所、体育设施。看来这个屋村呢是横跨这条河的两岸，这一条桥应该就是村内的一座桥吧。现在驾车回到长春水道边上来骑行，刚刚到顺德碧桂园里面转了一圈，见识了一下碧桂园的一些大宅。现在我们沿着这条长春水道继续往前骑。我之前骑过的长春水道边上的马路都是一些什么仓库啊、码头啊之类的，但到了这边一发现完全不这么回事了，这里成了高级的住宅区域。往前走是碧桂园的北区、西区啊，看来这边全部都碧桂园的所在地。瞧瞧这些房子。这边已经到了西区的尽头，再向前走就是北一路，应该就顺着碧桂园的北区了。
这里我看到有很多西方人住在这里啊，他们应该很喜欢这种环境的吧。完全是机缘巧合，就本来就随意的走走，从赤米河那边呢，直接就连到了城村水道。那我现在应该骑了半个多小时了吧，在这条水道边。这个边上啊，有很多的宽大的别墅，每一间都很大，都符合一般人心目当中豪宅的模样啊。当然我不知道这边过去是什么地方，我们姑且先转一转吧。到了碧桂园的尽头呢，这一段我们就告一段落吧。这边到了北多少路啊？12路，莫斯这边到头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刚刚那座桥啊，就现在我身后这座桥呢，是碧江大桥，就是广珠公路上的一座桥了。看来现在应该在碧桂园的里面啊，怎么样能够出村，沿着广珠公路啊骑回去。哦，这边已经是碧桂园的大门了，看来这里就已经骑出碧桂园了吗？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出了碧桂园了啊，这里是碧桂园门口的一些小商业。这一段呢已经骑了半天了，重点就是转了一转碧桂园里里外外的环境。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一会儿见吧，谢谢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